案子没破，连续出错，总部派来的调查员要追究马克作为案件负责人的责任。马克百口莫辩，上司、反恐部门以及州长秘书顺利甩锅。罪名里还有一条是随意任用一个有吸毒史的巡警作为智囊。虽然马克据理力争，艾莉诺是一个优秀敬业的警官，依然于事无补，马克被辞退了。他在酒吧喝得烂醉，最后被爱人接走。艾莉诺只能独自一个人扛着这一切。人一旦被贴上标签，所有的大门都会关上。世界总是把冷漠送给绝望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等待你的可能是更糟的陷阱。经历过绝望的艾莉诺深悉这个规则，愤怒和绝望在她脑海中搏斗。如果要选择死亡，堕落很容易，刀就在手边，药就在眼前。但艾莉诺不甘心，她选择了更难的一条路，就是直面伤痕累累的自己和惨淡的人生。艾莉诺深夜敲开了油漆匠的门，她质问油漆匠为何能在同一时间完成2个地点的粉刷工作。油漆匠闪烁其词，他的老婆怒气冲冲地冲出来让他说出真相。眼看油漆匠就要道出真情，艾莉诺第一时间通知了马克。油漆匠解释道，他为了多挣钱，会把接到的工作外包给那些有前科的或者刑满释放的囚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有时候很少的钱或者干脆给口饭吃就干。但其中一个人很特别，他不吃肉和奶制品，只吃素菜。这是个名叫迪恩的高个子白人，据说在南部屠宰场干过，所以他不吃肉。马克找来犯罪画像师，根据油漆工口述画出了一份凶手画像。2人拿着画像赶往南方的3个大屠宰场，这里是血肉横飞的残忍世界。一具具牛尸在流水线上被开膛破肚，一架子被剥了头皮的牛头瞪着惨白的眼珠，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剥筋去骨。艾莉诺拿着画像询问，很快一个老员工认出了迪恩。他介绍说，迪恩曾在这里工作，但因为头上有可怕的伤疤，所以经常被主管取笑。最后迪恩把这个主管推进了绞肉机，因此他被判了刑。不过他只在监狱里待了2年就被假释，因为有2个军方的高官为其求情。这2名高官是迪恩父亲的战友，迪恩的父亲是一名射击教官，并且担任军火库管理员直到去世。被保释的迪恩没有社保，没有银行卡，没有住址，就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2人驱车前往迪恩的母亲家，这是一片有大量农田的小镇，冬日的白雪覆盖着旷野，万物萧条，显得无比荒凉。导航提示到达目的地，眼前是一所小木屋。艾莉诺认为应该给杰克打电话，迪恩很可能就在里面。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还拥有一个小型的武器库。但马克不同意，他要自己抓住这个凶犯，他要用事实狠狠地扇 FBI 那帮混蛋的脸，然后写一部畅销小说，名利双收。突然，一阵鸣笛让艾莉诺紧张地拔枪。是迪恩的母亲外出归来，她坚决地说儿子不在家，而且很久没见到了。然后她把2人带进了房间，来到了厨房里。艾莉诺一路警惕地观察着屋子里的一切。这个白发苍苍的母亲提起儿子非常无力，她说儿子小时候聪明可爱，直到6岁时的一个意外，在树林里找标靶的他被父母错当目标打中了头部，险些丧命。虽然最终救治成功，但整个人性格大变，变得孤僻，而且他经常受到欺负。于是他的父亲开始教他射击，希望他能参军，可最终没能如愿，军队也拒绝了他。就在这个母亲伤心诉说的时候，艾莉诺突然注意到屋外晒着男士的衣服，还有桌上有2个杯子。她抬头看向远方，树林里有一个小木屋，那里正是一个视野极好的狙击点。艾莉诺想警告马克，此时马克也发现了那个木屋，他下意识地想要拔枪，瞬间被秒杀。老人警告艾莉诺别动，迪恩如果感觉到危险会再次开枪的。他大声质问艾莉诺是否能救救儿子。作为母亲的她，哪怕知道自己的儿子罪大恶极，她也不愿亲手送他去死。她按照艾莉诺的要求，拿走了武器和电话，来到屋外扔在雪地里。他告诉儿子，这名女警答应帮助他，他头部所受的伤可以帮他脱罪，只要他接受去一家森林里的精神病院治疗。
但是迪恩全无反应。这个绝望的母亲捡起一把枪，给出儿子最后的选择：要么好好的活着，要么和自己一起去死。总之，不要再伤害任何人。迪恩终于抬着枪走出了小屋，他甚至没有在母亲的尸体边停留，径直走进了厨房。艾莉诺主动介绍自己，但被迪恩打断了。迪恩很清楚地告诉艾莉诺，他知道艾莉诺是来抓自己的，所以不必假惺惺地拖延时间。艾莉诺试图说服迪恩，这种无谓的杀戮不过是增加了网络新闻的点击率，除此之外什么都改变不了，还不如投案自首，让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败兴而归呢。但这并不是迪恩所想，他似乎更像一个动物，他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空间，不想被任何人打扰，喜欢没有刺眼的灯光，没有节庆礼炮和人类的嘈杂声。他说起在屠宰场外吃草的牛，他只是想像牛一样安静地吃着草，然后自然的死亡。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无主之地，食物和衣服都需要钱，到哪里都需被检查、被询问，地球就是一个监狱。艾莉诺看到一个备受伤害的孤独的灵魂，而且远比想象中更严重、更无药可救。她试图唤醒迪恩心内的那一点点人性，但迪恩已经想好了最后的解决方法。他请求艾莉诺在他躺在母亲的尸体旁边时射杀他。他决定跟随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此时，窗外的警笛突然响起，迪恩最后的一点人性之光瞬间熄灭，防御机制瞬间让他做出了攻击的姿态。他把艾莉诺绑在地下室，不顾艾莉诺的阻止，开始逐一击毙进入自己视野的警察。但源源不断的警车开始赶来。艾莉诺拼命地挣扎，劝阻迪恩。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I'm gonna give you to the count of 5. Get out! 2. Dean, or you have to kill yourself. Put that down. Do it! But you have to. Time's up, asshole! 甚至不惜拼命咬破迪恩的脖子来阻止他。最终，迪恩被射杀在一个工厂的围墙外。他放过了艾莉诺，艾莉诺获救了。FBI 为了平息此事，承诺给艾莉诺一个闲职来换取她的沉默。但艾莉诺提出要给马克追授一枚奖章，并要求一笔抚恤金给他的爱人。同时，自己不想要什么闲职，自己要做特别探员。马克的上司接受了这些条件，至此，艾莉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影片也画上了句号。We don't. 好的，本片剧情就介绍到这里。这是一部由阿根廷导演达米安自编自导的影片。达米安·斯兹弗隆曾因《蛮荒故事》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美国评论家最佳外语片奖，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但这部《恶世之子》却差强人意，烂番茄影评人评分和豆瓣评分都不高。也许是达米安起点太高，所以大家对他的期望值也很高。没想到做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爆米花片，所以心理落差导致分数不高。本片的摄影一流，氛围感十足，
影片内容涉及很多美国现实问题，比如枪支泛滥、边缘人的生存、官僚腐败等等，最主要还是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开篇就点明了主题，一个无家可归者想要在餐厅里度过一个新年，却被店员恶语相向，甚至报警要把他赶出去。这就是凶手迪恩所代表的最底层的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残疾、衰老、智力有问题、无家可归、吸毒，所以他们受尽白眼，社会的冷漠。人们对这些底层挣扎的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简单概括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影片中每个人都对这些人报以冷漠，都预先设定他们就是不学无术的坏人。这也许就是片名《恶世之子》的由来。人为什么会坏？不是因为他生来就坏，而是这个世界没有给予足够的温暖，让他们可以悬崖勒马，冷漠地在悬崖边踢了他们一脚。所以从整个影片里，我们看出达米安对凶手的同情，对女警的同情，甚至隐隐透出一种对于恶事就活该被毁灭的支持。在商场屠杀那段戏里，达米安利用一连串的镜头把故事推向高潮，在那些几乎没有主角的镜头中积累着极不协调的冷漠，直到凶手的爆发，把人潜意识里的情绪宣泄到位，接着一场屠杀，让人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相比本片的收尾，就没有一个压得住的亮点了。女主角跟 FBI 讨价还价显得很突兀，还不如让女主角拒绝被收买，拒绝同流合污，会让人看起来更舒服一些。但导演偏偏安排了一场看似胜利的屈服，屈服于现实，屈服于这个腐败的体制，让人不禁有点失望。好的，总的来说，本片还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影片，节奏感很好，看起来很爽。那么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说说你想听的剧，我们会抽时间制作。再次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集见。